希特勒在1925年的1月初，也就是他刚假释出狱后的2个星期，就立马去拜见了巴伐利亚总理海因里希·赫尔德。因为啤酒馆政变，他的纳粹党以及他的宣传机器《人民观察家报》被巴伐利亚政府给取缔了。希特勒跟赫尔德再三保证，他以后行事一定循规蹈矩。这也不能完全算是一句假话，最起码短时间内他一定会循规蹈矩，因为他那时候毕竟还处于假释期间。可能是真的看到了希特勒的诚恳，赫尔德最终撤销了对纳粹党以及人民观察家报的取缔，并且告诉他的司法部长，现在已经不再需要担心放松警惕了，因为这头野兽已经被制服了。希特勒有没有被制服不好说，但他倒是实实在在的领悟了一个道理，就是要利用法律而不是践踏法律。所以希特勒决心要实现2个目标，第一个就是要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另一个就是要把纳粹党重新打造成一个只通过宪法手段攫取政权的政治组织。人民观察家报在复刊的第一天，希特勒就发表了长篇社论，标题叫做《新的开端》，并且通知所有人，他们将于第2天再次回到贝格伯劳凯勒啤酒馆举行集会。虽然这次集会当初很多的元老并没有出席，甚至党的名誉主席那个名叫德拉克斯勒的铁匠，他直接说让希特勒见鬼去吧。但尽管如此，也依旧聚集了超过4000名狂热的信徒到场来听希特勒的演说。希特勒告诉信徒，他将再一次肩负起他们这个伟大的事业，并且他会为所发生的所有事情负全部责任。台下的听众掌声雷动，可能在场的信徒热烈情绪让希特勒觉得有点飘飘然。尽管没多久之前，他才刚向巴伐利亚总理赫尔德再三保证以后行事一定循规蹈矩，但是在这一瞬间，他还是把他的保证抛诸脑后。在集会发言结束之际，他高呼，我们的斗争只有2种结果，不是敌人踩着我们的尸体过去，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过去。巴伐利亚政府显然是没想到，这头他们认为已经被制服了的野兽，居然还敢公开的以暴力来恫吓国家，于是立马发布禁令，禁止希特勒在任何公开场合发表演说。禁令的时间是2年。那希特勒自然是很愤怒，但是生气归生气，他自己也很清楚，这是他为自己一时的得意忘形所付出的代价。况且希特勒除了是一个杰出的演说家之外，还是一个杰出的组织者。他眼下不能在公共场合发言这口怒气之余，发奋从事纳粹党的建设工作。他要把它重新打造成一个之前德国从来没有过的组织，他要把纳粹党建设成一个国中之国。首先就是吸纳党员，是那种可以实打实的缴纳党费的党员。尽管进度很慢，但是每年都有进展。在当年，也就是1925年，党员人数27000人；1926年49000人；1927年72000人；1928年108000人；1929年178000人。另外一项工作更为重要，就是组建一个相当于德国各级政府的党内机构。注意啊，是纳粹党的机构。希特勒在党内把全国分为若干个区，每个区的大致范围就相当于德国国会的34个选区，另外再加上奥地利、萨尔、但泽、苏台德等其他7个根本就不是德国国土的地区。每个区设立一个区领袖，由希特勒亲自任命。这些区下面又设立分区，任命分区负责人，各分区下面又设立分部，各分部下面又进一步分为社区支部和小组，组织极其严密精细，就类比于国家的组织架构，省、市、县、乡镇、街道、社区，以便于让纳粹党可以触及到整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不光如此，为了可以把纳粹党更好地建设成一个国中之国，希特勒又把纳粹党政治组织分为2个部，其中政治1部设有外交、工会等部门，政治2部下设农业、司法、国民经济、内政、劳工、种族以及文化工程等部门，还有全国新闻局以及专门单独设立的宣传部。这些都是纳粹党自己党内的机构。
希特勒的这些规划完全就是为了给之后夺取政权做准备。到时候哪怕是剔除所有德国政府所设立的机构，纳粹党本身已经设立好的这些部门，完全可以无缝衔接上去接管国家，而且这些机构都是完全听命于希特勒本人的。到时候就可以顺理成章的让他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不得不说，希特勒的确是一个杰出的组织天才。另外一个方面，虽然已经有了纳粹冲锋队这样的武装力量，但冲锋队毕竟都是一些乌合之众，况且在经历了啤酒馆政变之后，原本的冲锋队大概率已经不能满足以后的需求，所以希特勒急需一个更加可靠的武装力量。于是他又着手重新组建了一支宣誓效忠他本人的武装力量，就是纳粹党卫队。比冲锋队看起来更正规，也更加像一支真正的部队，有着统一的黑色制服。到了后来党卫队是直接吞并了冲锋队。最开始纳粹党卫队只能算是希特勒个人的卫兵组织，但是后来一个在慕尼黑附近养鸡的农民，举止谈吐温文尔雅，以至于别人都误以为他是小学老师的人，当了党卫队的领袖。这个养鸡的农民叫海因里希·希姆莱，他接手的时候，党卫队不过区200人，等到他卸任党卫队领袖的时候，这个组织已经统治了整个德国，并且在整个欧洲的德战区变成了让人闻风色变的存在。至此，希特勒对纳粹党的重新建设基本完成。在这个庞大而且繁杂组织的最顶端，就是希特勒本人。为此呢，他还得到了一个他自认为神气活现的头衔，就是党和冲锋队的最高领袖，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主席。我也不知道这么土头衔他有什么可值得神气活现的，但不可否认，这个时候的希特勒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他已经可以随时接管德国的统治权。不过希特勒好像真的从之前啤酒馆政变的失败里汲取到了必要的教训，他没有再像之前那样操之过急，而是真的在落实他之前早就定下的方针，只通过宪法手段攫取政权。但是接下来的几年，国家发展的形势让希特勒觉得有些许的苦恼，因为从1924年开始，德国就获得了大量来自于美国的援助、投资以及贷款，一时间国家变得欣欣向荣了起来，经济形势也一扫之前的阴霾，工业产量翻倍，失业率更是屡创新低，政府大兴土木，机场、剧院以及繁华的大楼一座接着一座，就如同雨后春笋那般拔地而起，城市开始变得光鲜亮丽。甚至在当时，华盛顿和巴黎跟柏林和慕尼黑比起来都要稍显逊色。更重要的是，每一个普通的德国人民都在这场经济复苏的繁荣里分得了一杯羹，久违的笑容又再一次绽放在每一个人的脸上。已经不太有人能想得起之前那个高呼要打倒祖国叛徒的人，因为大家都在忙着谈论歌剧、谈论戏曲，忙着在莱茵河上游船。而同样是这群人，不久之前在恐慌和不满情绪的笼罩之下，他们还是希特勒最坚定的拥趸。面对这种情况，希特勒也没办法说些什么，因为巴伐利亚政府的禁令在1927年之前，他都不允许在任何公开场合发生。虽然希特勒一直在孜孜不倦地为只通过宪法手段夺取政权而付出努力，即便他的组织已经非常完善了，即便他的党员已经有10几万人，但是在1928年的国会选举当中，希特勒的纳粹党只获得了全部3100万张选票当中的寥寥81万张，全部491个国会席位当中的区12个。希特勒的如意算盘看上去要落空了，即便他早先在审判席上变成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爱国英雄，但是到了此时此刻，这个国家似乎又不需要他来爱了。兴许整个世界注定有此一劫。1929年10月，美国爆发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
就是我们所有人都熟知的大萧条。有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叫做纽约打了个喷嚏，伦敦得了重感冒，而德国则差点死于流感。因为近几年来，德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根基正是源自于1924年开始获得的大量美国的投资和贷款，而这个时候，美国人自己都无暇自保，更别提来帮助德国稳住经济根基。即便经济危机不蔓延到德国，当旧债到期、新债断绝，德国都已经无法承担，更何况这是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在双重打击之下，德国毫无疑问地倒了下去，工业产量腰斩，银行破产，即便魏玛政府勒令全国所有银行暂停营业，也无济于事。失业人数陡增到恐怖的600万，而这个数字1年之前还仅仅只有65万。一家又一家的中小企业倒闭，几年之前马克变成废纸的惨痛经历又逐渐开始浮现在每一个德国人的眼前。他们不再笑着谈论戏剧歌曲，不再到莱茵河上游船，而是在各大城市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等待领取配给的面包。这一刻是每一个德国人所痛恨的，相反，这种情况恰恰是希特勒所殷切盼望的。他声称他早就预料到了这次灾难会到来。老实说鬼知道他怎么预料到的，因为他既不是经济学家，也对经济一点兴趣都没有，一门心思的只在研究怎么夺取政权。虽然他曾经说梦想要当个艺术家，但即便是艺术家也跟经济毫无瓜葛。但是不管怎么说，希特勒等待的机会终于要来了。他在《人民观察家报》上说残酷的现实打开了千百万德国人的双眼，让他们看清了背叛者的谎言和欺骗。他没有流露出哪怕一丝对苦难同胞的同情，反而是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变成坚定支持他的力量。而这次跟之前可不一样，因为巴伐利亚政府的禁令解除了，他可以动用他最擅长的武器，就是那极具煽动性的演说。他在竞选集会当中向千百万身处苦难、心怀不满的人们保证，他要让德国再次伟大，要肃清贪污，要撕毁凡尔赛合约，让每一个亲爱的德国人民都有工作和面包。虽然这只是演讲里的口头保证，但这对于那些徘徊在饥饿和绝望边缘的人来说，更像是一种新的信仰。那些没法再继续谈论歌剧、戏曲，不能再到莱茵河上去游船的人们，又重新想起了那个曾经的爱国英雄，这促使他们又再一次聚集到了纳粹的旗帜下，重新变成了希特勒的拥趸。很快希特勒就看到了他们。1930年9月14日，德国举行了新的大选。2年前，希特勒的纳粹党只获得了区81万张选票和可怜的12个国会席位，而这次连希特勒自己都认为是痴心妄想，但是也只敢打算把选票扩大到250万张，国会席位搞到50个。但是他还是低估了他口中亲爱的德国人民。当晚选举结果揭晓的时候，希特勒做梦都没能想到，他的纳粹党获得了640万零9600张选票，可以得到107个国会席位。一夜间，他们从国会排名倒数一跃成为国会第2大党。只是这次选举还有另外一个政党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虽然他们没有像纳粹党那样大胜到连自己都难以置信，但得票紧随纳粹党之后，国会第3，就是德国共产党。希特勒异常痛恨他们，以至于多次在公开场合抨击共产党，甚至咒骂他们是下水道里肮脏的老鼠。不知道是不是出于对社会主义的定义上结下了梁子，因为共产党说社会主义，希特勒也声称他们自己是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因为这种痛恨显然不是出于政治上的输赢，希特勒从未像抨击共产党这般抨击过此时仍是国会第1大党的社会民主党，而且在不久的2年后就通过到今天都没有真相的国会纵火案，一举荡平了这个国会第3大党。当然那是后话。历经了这次选举，对于希特勒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是对于魏玛共和国来说，丧钟的第一声已经敲响。因为到了此时，虽然社会民主党依然是国会第1大党，但紧随其后的是极右的纳粹党以及极左的共产党，这就使得共和国的构建者们再也无法在国会内组建一个稳固的多数。没有稳固多数的国会，共和国何以为继？